它诞生于2战后婴儿潮，始于一座小小的 college。它仅仅用了60年，就摇身一变成为加拿大学生数仅次于多伦多大学的加拿大综合性大学。或许你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但是了解加拿大的人都知道它。它以心理学、法学、商科等闻名于世，源自于古罗马诗意为道路必须被尝试的拉丁语名句 Tentanda Via 就是它的座右铭，不断鼓励着学生创新和探索。它就是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今天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深入探索一下这所大学。约克大学成立于1958年，是加拿大比较年轻的一所大学。它的成立比多伦多大学晚了整整1个多世纪。它诞生于加拿大高等教育大扩张的黄金年代。当时多伦多急需第2所大学来满足战后婴儿潮带来的入学需求，于是约克大学正式成立。最初是非宗教派性质的公立大学，最早的永久校区是 Glendon College， 1959年开门营生。1966年由当时的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正式揭幕，随后快速扩展到了主校区，现在还有全新的 Markham 校区，形成了一校3地的独特布局。从一所小型文理学院发展到如今拥有11个学院、120多个本科专业、研究密集型大学，约克只用了60多年，就成为了加拿大顶尖综合大学之一。约克大学拥有规模最大、最多元化的学生群体，超过53000名来自160多个国家的学生，正在为职业生涯和人生成功在这里努力着，并且有超过38万名校友遍布全球。在2026年的 QS 排名中，约克大学位列全球的333名，加拿大第14名。最亮眼的是 The Impact Ranking 可持续发展影响力排名，约克大学连续多年全球排名前40位，2025年排名第38，尤其在消除贫困、优质教育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名列前茅，在加拿大经常排名前10。其中一些专业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声誉，比如心理学在加拿大排名前列，并进入全球前75名。法律和商科在加拿大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在2026年的麦克林大学排名中，约克大学位列加拿大综合型大学第5位，毕业生就业率也很高，65%以上的本科生在毕业2年内都能找到工作。一句话总结，约克不是顶尖名校，但性价比高，社会责任感强，国际化程度极高。约克大学有11个主要学院，覆盖文、理、商、法、工程、环境等几乎所有领域，提供超过120个本科专业和170多种学位选择。约克大学最有名的要数舒理商学院，加拿大顶尖商学院之一，在全球都有很高声誉，尤其受到华人留学生的推崇。它提供本科、MBA 以及国际商业项目，并且曾推出加拿大第1个国际 MBA 项目。Osgoode Hall 法学院也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法学院之一，可以追溯到1889年，它被认为是加拿大顶尖的法学院。Lassonde 工程学院成立于2011年，虽然成立不早，但是近年来发展非常快。同时，它设有加拿大首个空间工程 Space Engineering 专业，软件工程、计算机学科也十分突出。艺术、媒体、表演与设计学院 AMPD 也是加拿大非常知名的。
环境与城市变化学院包含了环境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非常前沿的学科。它的健康工程学院呢，研究方向包括护理、运动科学、全球健康、神经科学等等。文理学院的专业非常多样，从心理学、社会学到儿童研究、国际开发，应有尽有。而它的 Glendon 学院包含了双语，也就是英语和法语，以及各种多元化的国际化的教育。约克大学呢，有很多专业都提供 Co-op 带薪实习的选项，基本上60%的本科项目都有，非常适合想要积累工作经验的同学。约克大学聚集了不少在各自领域都十分有影响力的学者，这里呢，给大家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首先 Russell Belk 是来自于 Schulich 商学院，消费行为研究的全球顶尖，他被誉为消费者研究之父。Isabella Becker， 她是性别与全球经济研究的权威，也是加拿大皇家学会的院士。Bernard Lightman 任教于人文学院，他是科学史的专家，尤其以达尔文与维多利亚时期科学史研究而闻名。还有著名的历史学家 Croc Haron， 他在加拿大劳工历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并曾担任加拿大历史学会的主席。在文化和艺术领域，也有像 Joyce Simmons 这样的学者，他曾经担任约克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并获得加拿大勋章。这些学者呢，都为约克大学带来了强大的学术影响力。不仅如此，约克的校友呢也非常多元，在娱乐、政界、商界、体育界都有代表人物。首先，非常知名的 Rachel McAdams 是好莱坞的著名演员，她有很多作品，例如《恋恋笔记本》、《奇幻博士》，她都是担任女主的。她是2001年从约克大学的戏剧专业毕业。Lily Singh 呢，也是全球知名的 YouTuber 和主持人。电视剧《超人前传》V 的女主演 Laura Vanderwoordt 也来自于约克大学。已故的加拿大新民主党领袖 Jack Layton， 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的 Edmund Ho， 曾经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也毕业于约克大学。除了娱乐圈和政界的明星校友，约克大学的毕业生中还有很多因为对加拿大和社会的重大贡献，荣获了国家最高平民荣誉加拿大勋章 Order of Canada。 例如 Kim Ruthbrook， 他是毕业于约克大学的法学硕士，他是达尔豪斯大学现任的校长，税务法的专家，人权倡导者。他因推动高等教育中的公平、可及性和性别表达自由而获得 Member 级别。他的工作让更多人看到了包容性领导力的重要。1979级的法学学士 James Hathaway， 他是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库尔权利领域的著名学者，曾在 Haskell Hall 法学院任教。他的研究和倡导深刻改变了全球难民保护体系，被法院广泛引用。约克大学最独特的几个点，可以让它在加拿大大学中脱颖而出。首先，学校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它是加拿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之一，仅次于多伦多大学，并且呢，它现在拥有37万左右的校友。同时呢，它也是非常多元和国际化的。它的学生呢，来自于全球180多个国家，而且国际生的比例非常高，校园文化非常的包容。大学拥有3个校区，包括 Keele 主校区、Glenton 和 Markham。
分别呢都有不同的风格。像 Markham 呢，因为建设比较新，所以充满了新鲜的科技感。另外呢，大学连续多年呢在 Impact 排名全球前40，是非常注重社会正义、环境公平议题的，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呢有很大的影响力。大学提供大量的 co-op、实习、社会参与项目等等，使得毕业生在就业的时候就拥有工作经验，非常有竞争力。另外，它的创新交叉学科，比如太空工程加国际发展、全球健康加政策、艺术加科技，使得它很多专业可以拥有跨学科的这种实力。另外，它的学费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学费相比于很多大学，比如多大 UBC， 相对更加亲民，但是教学质量呢和研究的机会也是非常充足的。总而言之，约克是一个非常有温度、有担当、有未来的大学，特别适合想要在多元环境中成长、关注社会议题、追求社会实践的学生。另外，约克大学的生活便利性也是它的一大优势。在校园里就有一个小型商场 York Lanes， 里面餐厅、咖啡厅、银行、理发店、打印店等各种生活服务一应俱全，基本上日常需要都可以在校内解决，非常方便。而且在交通方面，约克大学的主校区本身就有2个地铁站，分别是 York University Station 和 Pioneer Village Station。这也意味着你从学校出发，可以非常方便地直达多伦多市中心，无论是上课、实习还是周末出去玩，都非常省时间。整体来说，约克大学不仅是一所大学，更像是一个功能非常完善的小型城市。如果你正在考虑来多伦多留学，或者对这所学校充满兴趣，不妨把约克大学放进你的选择清单里。如果你喜欢这种校园介绍系列，请记得点赞、关注、评论，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下一期想看哪所大学。那么这一期的约克大学之旅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